上海火车站，日本宪兵队和汪伪76号行动队全副武装，力保屈文志。与此同时，国民党军统派人追捕屈文志，拦截情报。军统上海站站长程惠泽派人刺杀屈文志。要活的。是。一时间，守候在火车站的三方人马剑拔弩张。师傅，去不去爱华医院？黄包车夫布拉克，卖烟的一直在走神。香烟嘞！清洁工只打扫一个地方。哟，还有个熟人呢。袁本刚。瞧瞧，连宪兵司令部的高桥科长都亲自出动了。还有神秘的像是不存在一样的子爵。看来今天这个火车站可真是卧虎藏龙啊。二少，待会要是真的出了事儿，你可千万别轻举妄动，别擅作主张，一切听从云先生的指示，对吗？对对对。香烟。那不是我亲爱的程伯伯最得力的助手郑和吗？军统的人也来了。阿少，星源那有动作了。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姓袁的显然是在测风速。这座楼上有一个他们的狙击手。我宁肯要一个死人，也不能让他落到中国人手里。原来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！能让子爵亲自来接的，一定是一个重要人物。76号高桥这俩货，肯定是去保护重要人物的。而军统呢，又不想让子爵见到那个重要人物，所以也出动了。他们虽然是来打猎的，不过按照今天这个局面来看，他们反倒更像是猎物。这广场上这么多日本人和他们的狗腿子，这楼上还有这么多日本人的眼线，军统不管想干什么，一定会被包了饺子的。所以啊，咱们得帮帮他们。这可不行啊！云先生一再强调，咱们这个小组唯一的任务就是跟踪子爵，这期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咱们都不能干预。都是中国人，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再说了，我们现在不想插手，也晚了呀。为什么？咱们这辆车在这里停了多久了？就这么一直停着，人也不下车，不可疑吗？再说了，你能确保楼上那双眼睛没有注意到咱们吗？别动，这帮孙子向来歹毒，就算没影的事儿都能给他做实了，何况咱们还确有其事呢。可是咱们只有3个人，3个人就干不成大事了吗？咱们到达这里的准确时间是9点19分，而在9点以后，进入大楼的生脸很有可能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。干掉狙击手以后，你就在那儿盯着，等广场上一乱，你就把姓袁的给我毙了，然后立马就撤。香烟嘞！
觉得目标太大了，要是临时出了什么状况，他肯定不会亲自出面。你去盯着徐美嘉，他有什么可疑的情况，第一时间汇报。是。我们的狙击手应该已经被干掉了。实行 B 计划。是。你去给76号的人打个电话，就说在火车站附近发现了一个通缉名单上的抗日分子。那个人上了一辆车，车牌号是0231。那不是子爵的车吗？对啊，就是让他们狗咬狗。那帮狗汉奸一听说有功可立，肯定会死死地咬住子爵，这样我们才有机可乘啊。你为什么要帮助子爵？那个重要人物根本就没死。不可能啊！我亲眼看见他被人打死的。那应该是个替身。人是被高桥打死的，他带着日本宪兵跑过去的时候，连看都没有看过那个人一眼，只顾着找军统的人。这证明什么？死的那个人根本就不重要，正主已经被转移了。不好意思，徐先生，委屈你了。徐小姐，他们不会放过我的。这次不成还有下一次，下次不成还有下下次，总之是不会放过我的。我一片诚意，你们一定要保证我的安全呐！二少，我觉得你分析的太有道理了。广场上乱起来之后，徐美嘉一个人下了车，上了图斯红酒房的运货车。这就对上了，他们把那个人塞到红酒房的货车上拉走了，所以我才要绊住子爵。咱们可千万不能让他看见那个人。这跟咱们的任务没有关系啊！咱们今天犯的规已经够多的了，这要让云先生知道，咱们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唉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啊！咱们这是突发状况，就得灵活处理。你赶紧的呀！我后面还有别的计划呢，别误了我的大事。去啊，去啊！哎，二少，您真的不能这样。云先生一再强调，这个子爵他不好对付，他特别谨慎。好，就算是您把他绊住了，那也不好收场呀。这万一是查到您身上来，您和云先生不就都暴露了吗？我刚才为什么让小周用那把枪呢？把校园的毙了。那是军统特工的标配。您不会是想……日本人的狙击手是军统的人干掉的，打电话给76号举报子爵的人，当然也是军统的人了。谢谢长官，谢谢长官，我取了赏金，一定好好孝敬你。哎，好，再见。二少爷，您到底是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呀？
好奇呗。于先生，有突发状况。能惊动子爵这样的人物，咱们要是能把他握在手里，可是大有用处的。其实吧，我确实有一点点私心，我要拿他跟我爸换一样东西。香烟，哎，先生看看吧。哎，香烟来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楼上的贵宾品酒室都有客人，要不您先委屈一下，先到卡座坐一会儿吧。实在抱歉。好，请。谢谢啊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请问您找哪位？刚才一位先生打电话到我们店里订了寿司，让我们派人送到这里。他说他在1号包房，麻烦您通融一下，我要把寿司亲手送到客人手中，拜托了。请您稍等片刻，我要和我的客人确认一下。那麻烦您了。不客气。还需要再点些别的吗？你好，请问要喝点什么？Chateau Latour。好的，您稍等。啊，对了，请问洗手间在哪？哦，在那边。好，谢谢啊。麻烦你给我来一样这个。好的，谢谢。还真是委屈了这位重要人物。
不知道他是远东国际通信局的董事吗？哼！不确认直接开枪！哼！混蛋！现在，高桥君应该差不多到土司红酒房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走，走，快走！日本人来了！让开！人呢？我进来的时候人已经没了。走。李红，就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。藏在红酒房的那个日本女人是假的。你怎么知道她是假的？日本人长期跪坐，他们的腿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内八字，可那个女人双腿笔直，不像是有长期跪坐的习惯。而且她的身手相当不错，我猜她也是冲着那个重要人物去的。号外！上海滩特大新闻：知名银行家徐晋生因拒绝兑换日本储备券被暗杀。号外！知名银行家徐晋……来份报纸。哦。给。二少。号外！知名银行家徐晋生因拒绝兑换日本储备券被暗杀。二少爷，走啊！坚决抵制储备券！抗议侵略者掠夺行为！抗议侵略者掠夺行为！坚决抵制储备券！坚决抵制储备券！抗议侵略者掠夺行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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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弗兰克先生，感谢法兰西银行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。我相信，我们的付出一定会换来丰厚的回报。说实话，野田先生，我更关心我们法兰西银行和法租界的未来。多谢，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了。不客气。坚决抵制储备券！坚决抵制储备券！我们合作的前景依然是非常好的。就是这样。对，这非常好。放心，是可以的。爸，你在干什么？那些储备券根本就是一堆废纸。小石，闭嘴！这位是啊，野田先生，对不起，这是我的儿子，他没有礼貌，我回去一定好好管教他。野田先生，那你先忙，今天情况特殊，我就不远送了。不必，再次感谢。你特意把我支开，就是为了干这个呀？我做的决定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指手画脚？你父亲只是在执行我的命令而已，明白吗 ，Frank 先生？你不会以为日本人真的想跟你们法国人做朋友吧？他们根本就是狼子野心，得陇望蜀，迟早有一天，他们会把主意打到你们头上。不知，看来有些事情该让他知道了。
我也不怕实话告诉你，日本人那些废纸，我也不想要。可如果以失去法兰西在上海的租借权利为代价的话，我宁可被敲诈。您说的倒是轻巧，可归根结底，他们敲诈的还是我们中国人。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“慷他人之慨”。Frank 先生，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？洪神，我提醒你，你在为我们法兰西共和国工作，你要像你的父亲一样，凡事都以我们法兰西共和国的最高利益为第一优先。Frank 先生，请恕我直言，我是一个中国人，我第一优先的永远都是我们中国人的利益。云先生回来了。你们两个到我书房来，小申，在这等着。哎。爸，我就问您一句话，您到底还是不是一个中国人？当初你要去法国学金融，你跟我说的话还记得吗？张四先生曾经说过，当下救国之良策，教育有花，海陆均有果，而其根本则在于实业。所以我决定了，学好金融，将来走实业救国之路。后来，你自己退了学到上海来找我，为什么？爸，当下这种局势，实业已经救不了中国了，打赢这场战争才是当务之急。您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多个朋友多条道，法国人是不会真心跟我们做朋友的。我今天就问你一句实话，如果我们道不同，怎么样？就只能分道扬镳了。好，有志气。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之前，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你今天一连串的愚蠢而且不计后果的行为？我插手军统的原因很简单，中国人就应该帮助中国人，哪怕他们很多的事情我都看不惯。至于后来阻止子爵见到藏在红酒房的那个人，是因为我觉得他很重要。如果我们把他控制在手里的话，那对于我们来说，子爵他是吃素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已经暴露了，包括我在内。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调查我的，也不知道进行到了哪一步。这太被动了，我很不喜欢这种感觉。居然任由一个这么可怕的敌人肆无忌惮地窥视了我这么久，这是我特工生涯最大的耻辱。对不起，田中君，是我的失职。我会把这件事情担下来，毕竟说到底是我太大意了。但是你也要记住，像这样的错误，你一辈子犯一次就够了。我明白，谢谢田中君。云木之，可惜啊，这么好的阳光，你以后是看不见了。不可能，我很确定他们没有发现我。这笔账，子爵应该会算在军统的头上。你太小瞧红酒房里面那些人了。那高桥呢？他为什么这么快的时间就赶过去了？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如果你只是在火车站帮了军统的忙，而没有阻止子爵去跟他们见面，那还好。那么今天这件事情是个无头案，短时间内查不到我们这儿。可是你自己拿着把柄上赶着让人抓，自作主张，自以为是，去阻止子爵跟别人见面。你以为这件事你做成功了吗？那我现在告诉你，子爵是布了一个陷阱，而你跳进去了。您是说，子爵在火车站就开始怀疑干掉他们狙击手的人不是军统？他在中国潜伏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被发现，靠的是什么？因为他聪明，他敏锐，他不相信巧合。小周干掉日本人的狙击手只开了1枪，这是一个关键点。
而就凭这一点，子爵可以判断出来，火车站还有第三方势力存在。你跟踪了他那么长时间，他的行事风格你应该了解。火车站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他应该第一时间回到远东电信局，继续做他的股东，而不是继续去跟别人见面。说明什么？说明这就是一个圈套，而你是借着圈套的人。我想问你一句，还能记着我第一次给你布置的是什么任务吗？记得。你让我去给一个我不认识的同事收尸，他打入了日本宪兵司令部，在传递情报的时候被发现了，日本人把他的尸体挂在了宪兵司令部的门口。你让我去想办法把他偷出来，好让他入土为安。一共执行了多少次，埋了多少具尸体？37次。在这半年的时间里，我一共处理过68具尸体。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埋葬他们的时候不能给他们立碑。爸，我知道你为什么让我去执行这样的任务，你是想要告诉我这场战争是有多么的惨烈。可是我不怕，我早就做好付出生命的准备。我以跟他们从事同样的事业为荣，我只希望我能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中国人。我付出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我们的同胞，好让这个国家得到一个自由。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我当然明白。我知道你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，可是牺牲不是最难的，最难的是要眼睁睁看着你的战友在自己的面前牺牲。孩子，你一直想知道我对你隐瞒了什么秘密，我今天想问你，如果我把同样的秘密背负到你身上，你承担得起吗？不，表哥，你现在不方便，家里那么多人都仰仗你一个人呢。你只需要帮我留意一下哪个单位招人就可以了，不需要你直接安排。说吧，屈文志为什么会到日本人手里？啊？他现在又在哪儿？程先生，说个屁！我要的是解决方案。我觉得表妹的建议很好。屈文志现在就是个烫手的山药，不管是谁贸然接过来都后患无穷。像屈文志这种级别的军官，无论是战士还是非战士，都会被情报机构严密的监控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还能被人悄无声息的策反，并且策划了一场计划周密的暗杀行动，这里面的水太深了，谁也不知道最后会挖出什么样的内幕来。文大组长，找我有事儿啊？喂，我是于牧之。牧之啊，是我呀，程惠泽啊。啊，有话请讲。牧之啊，红酒房的事情我得多谢你啊，要不是你及时通知我那个人被转移到了红酒房，我还真有可能把人给跟丢了。我喜欢有话直说的人。还有就是啊，跟你说个正事儿，红酒房那个人又找不着了啊。你呢，帮我留意一点，我也是一个知恩报德的人，刚好我手上有些德国人的情报，我想弗兰克先生一定会感兴趣。对不起，我对这个情报没兴趣。
啊。子爵现在已经知道自己暴露了，他会加快时间行动。今天晚上的酒会不太平，做好准备。您的意思是，咱们也在今天晚上收网？对，既然事情已经摊开了，就不用再藏着了。具体的行动方案我来制定，但是有一个任务我会交给你。什么任务？红酒房的那个人消失了，去把他找出来。是程惠泽让您帮忙去找的吧？这些年您一直跟他有情报交换，难道你也跟他一样？小山，我跟你说过，在没有做好承受那些秘密的准备之前，请不要乱打听。听我接着往下说。今天上午10点28分，徐美嘉接到了一个电话，电话里面是这样说的：阿美，你上次说的那种英国香水，我买到了。你打错了。这个电话是从霞飞路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过来的。我刚才不服气，您这么一说，我是真服了。连通话的时间、内容都掌握得如此精确，我猜您在子爵身边不止埋了一条线。我到达红酒房是上午9点50分，前后进出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。藏在红酒房的那个人在10点钟之前就已经不见了。在此期间，子爵和徐美嘉摆脱了76号的纠缠。当我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们回到了远东通信局。10点28分，霞飞路，这是2个比较重要的信息。那个人应该被护送到了另外一个更安全的地方。有人及时向徐美嘉汇报了情况。那个安全地点离霞飞路很近，步行的距离不超过3分钟。你分析得非常对。然后呢？我想到了一个地方，上海饭店。今天上午出了那么多事，子爵肯定不会刻意抽时间去见那个人，但是那个人又十分的重要，所以子爵必须尽快见到他。那个安全地点，即便是他去了，也不会引起怀疑。上海饭店鱼龙混杂，把人藏在那里，既不会轻易暴露，也能让子爵顺理成章地见到那个人，一举两得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上海饭店后门附近就有一个公用电话亭。没错。啊，离晚上的酒会还剩几个小时，赶紧去把情况落实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好。不错，我们银行要在你们这儿办酒会，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你们这儿住的客人。这样，今天或者明天入住的客人都给他们房间送一瓶红酒。哇，二少办事就是常呀。行，那我就谢谢二少了。你看，这正好有12瓶红酒，你看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我再让他们去买。那这样，我先查一下入住单，您稍等。巧了，正好12瓶。太好了，季小姐。那就麻烦您安排人把酒送过去吧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二少说了，这个酒啊，就算在您头上。这合适吗？嗨，我们二少跟那些客人又不认识，就是帮您做个人情。再说您也知道，
我们二少啊，最喜欢交朋友了。明白，谢谢齐小姐。二少，您这个朋友，我交定了。来人，在。抬酒。好的。二少，您先坐着。我跟程惠泽确认过了，他的朋友老周，就是负责过当年7人会议的安保。太好了，这个消息很关键，这对我们以后的调查工作有很大帮助。可是这个昆吾啊，我找了他5年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5年前的藏本事件，让这个昆吾露出了行踪，可是从那以后，他就彻底静默了。好像是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一样。这个昆吾都成为我们一块心病了。日本人做的这个秘密战略特工计划，是冈村宁次一手炮制出来的，所有的节点上用的都是精英当中的精英，危害之大，隐秘之深，尤其是这个神秘的昆吾。是啊，越是神秘的，往往就会越危险。我想过了，这次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我一定要把这个昆吾给揪出来。干什么？我们经理说晚上有酒会，可能会打扰到客人，所以送了一瓶红酒，表示一下歉意。502房间，除非是502房间给你们打电话，否则不要随便上来，也不要送什么东西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走。现在日本人兵临长沙城下，一场硬仗在所难免，所以组织上希望我能回长沙，亲自落实6届6中全会的一些精神。这其中有2条是重中之重。第一，就是开展和巩固敌后游击战场；第二，继续坚持国共合作，共同抗日，尽我们所能来配合国军在正面战场取得胜利。快住了！你要不要？不要。二少，4个5。怎么了？二少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儿呢有个客人，他说他不需要，这不剩下1瓶红酒，送你了。这都不好意思啊。都是朋友，客气什么呀？多个朋友多条道。你要不要？能跟二少交朋友，我实在是太荣幸了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这是哪个房的客人啊？这么不识货，这个酒可贵着呢。可不是嘛，是502的客人，今天早上刚刚住进来的。不过我看这人鬼鬼祟祟，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。他要能识货，哼，那才奇了怪了呢。不识货刚好，您有口福了。谢谢。那你们先玩着。上午10点23分入住，行踪鬼祟，还警觉到连1瓶免费赠送的昂贵红酒都不肯收。云鸿深要找的那个人，就住在502房间。对了，木之，我离开上海之后，你要跟家里暂时失联一段时间。你是知道的，像你这种级别的潜伏者，组织上是不会轻易让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除非有极特殊情况，才会有人用备用的暗号来找你接头。办张照片？对，明白了。但愿我们下次再见面的时候，中国是我们自己的中国。是啊，我也希望这场战争早一点结束。木之，能够跟你一起并肩战斗，我非常高兴。我也是。喂，哪位？啊，爸，是我。我这边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应该能让您满意。他也笑了好久。对了，爸，刚才我清点了一下，发现漏发了5张请柬。有几个客人还好，都是熟人，您亲自打个电话过去解释一下也就过去了。但是另外还有2位，得正式的递份请柬过去。好的，这些都是小事情，可以处理。你要注意一下你自己。我希望今天晚上来的客人都能够度过一个终身难忘的夜晚。好的，爸。
喂，哪位？啊，爸，是我。我这边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应该能让您满意。他也笑了好久。对了，爸，刚才我清点了一下，发现漏发了5张请柬。有几个客人还好，都是熟人，您亲自打个电话过去解释一下也就过去了。但是另外还有2位，得正式的递份请柬过去。好的，这些都是小事情，可以处理。你要注意一下你自己。我希望今天晚上来的客人都能够度过一个终身难忘的夜晚。好的，爸。表妹，今天晚上上海饭店有个酒会，大堂的钢琴师病了，他们呢想找个人替班。我记得你会弹钢琴，这活儿你接吗？接。我几点钟过去合适？酒会是7点钟开始，你最好是提前到。好，表哥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？我帮你约了一辆黄包车，车夫的工号是0502，你一定要记住了啊。明白。你走之前还有一件事情，我想跟你说一下，关于小申。等到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我想吸收他，为我们工作。哎，你不是曾经跟我说过，要再等一等看吗？他现在还不成熟，做事情很鲁莽。他想抢在子爵之前，把屈文志找出来，拿这件事情做筹码，逼着我给他交底。那这件事情做的的确是太鲁莽了。就这样把子爵给惊了，太可惜了。假如再跟上一段时间的话，说不定会有更大的收获。如果他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的话，他是没有资格加入我党的。幸亏他打小就崇拜你，对你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任，要不然的话，他一冲动，说不定会大义灭亲呢。就是这儿啊，真热闹啊！你看，不错吧？挺好的。哟，小李，有日子没见了，你们好久不见，二少。二少今天好精神啊！是，你也不错嘛。啊，咱们得好好喝一杯啊！是啊，是啊，必须得好好喝一杯，不醉不归。哎，不醉不归。对对对。点哎，就是。说起来啊，咱们俩也好久没喝了啊。你上回还欠了好几瓶酒呢。那好，这次一并补上。欢迎光临。你看什么呢，二少？啊，没看什么，我还以为是个熟人呢。总之，今天大家必须玩得开心，知道了吗？一定。帮我拿一下吧，好，我给你拿。这酒真不错。来，云先生，为这些在战争年代依然能够自得其乐的朋友们，干杯！是的。有很多人面对惨烈的战争，依然怀着必胜的信念。他们是乐观主义者，也是这个民族的脊梁。总有一天，他们会让那些想得到不属于自己东西的人，付出惨重的代价。我们的内线刚刚告诉我，有人夹带了东西进来，一个是麻醉剂，这个倒不要紧，另一个有点麻烦，氰化钾。这是想要谁的命啊？今天云二少也去过图斯红酒坊，日本人好像盯上他了。有人吗？打扫卫生了。
知，我知道你喜欢抽雪茄，特意托朋友从古巴带回来的，上好的古巴雪茄，试一下。谢谢。唐总，要不要尝一口？谢谢，我不抽雪茄。太可惜了，这么好的雪茄。这种来自古巴的雪茄。我今天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，我也不抽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啊。这是收了多少好处？钱是徐小姐给你的吧？是我给的。你把他拖到后门，自然会有人把他接走。是。你住在上海是吧？对，我住在上海。那你一定很熟悉上海了。哦，我只熟悉我家附近那一片。我这儿喝口水吧。好。对了，你今天说你身体不舒服，怎么搞的？啊，老问题，心脏。心脏不好，你得吃药，吃了吗？药带了，倒是忘了。我说下一次，要是再遇到类似的情况，你可得记着提醒我。你这么说，我这杯水倒是倒对了啊！谢谢。木之，你怎么了？木之，怎么了？木之。
木之，于先生，木之，你怎么了？于先生，木之，你怎么了？于先生，于先生，你还好吗？于先生，木之，你怎么样了？韦伯英，哎，好嘞。杀手上来了。徐先生，放心吧，我们出去看看。啊！走。别开枪！别开枪！别开枪！出来！你迟到了，有突发状况，耽误了一会儿。人都死了，没有必要带出去了。你撤吧。是。
跟家属说了，一会儿就给他推出去吧。好。死人了！天哪！什么情况？这里怎么会死个人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长官。死的应该是屈文志。坐吧。东西拿到了，他是死是活，无所谓了。田中君，今晚真的是太痛快了，您把他的每一步都算到了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你确定云鸿生真的被你控制了？我确定，麻醉剂是我亲自注射的，他不到2秒就晕过去了。怎么了，田中君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想不到一个暗中调查我这么久的，却一直没有被我发觉的人，就这么轻易的死了。我们并不知道他调查了您多久，可能只是刚刚开始，而且您的计划环环相扣，根本没有破绽，他不可能看破。不，云木之知道的应该不少。我总觉得这件事情还没有完。谁啊？是我，徐小姐。是小叶，我去开门。看来我没有猜错，云木之果然没那么容易死。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对吧？好，那我来给你们解惑。我爸说了，进入你的圈套，是他计划的第一步。跳入他的圈套而不引起他的怀疑，今天晚上的行动应该是一个好的开始。你父亲很了解我。上海饭店可真是个好地方，鱼龙混杂，什么人都有，所以消息传递起来也非常的方便。我猜，我借经理的手给入住的客人送红酒，你肯定都知道。你不动声色的想稳住我们，其实就是想今天晚上给我们来个一锅端，对吧？你让人夹带了氰化钾，你也没想瞒住谁，虚实之中让人摸不清方向，这招的确是高明。可当一个人有警惕目标的时候，就会对其他的事情放松警惕，所以你先选择了那只加料的雪茄，你也料到了我爸肯定是拒绝的，而且你也猜到他会谎称心脏不舒服，那吃药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。可按照绝大多数人的逻辑，你不会马上采取行动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间隔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，而且你也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可事实上，你杀人的那个招数不是在那只雪茄上，而是在涂了氰化钾的水杯上，这才是你的关键。
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，谁不知道你父亲爱抽雪茄？可我怎么能料到，今天晚上他偏偏不抽雪茄。聪明人的共性就是喜欢怀疑别人最不会怀疑的地方。我爸爱抽雪茄，那是所有人都知道的。而且 Frank 先生送的雪茄，按照常理来说，我爸肯定是会抽的。但是如果换成是你这个聪明的人来说，你是肯定不会抽的，因为你会怀疑到我们在那个雪茄上面会动手脚，所以你也认定我爸肯定不会抽，对吧？云木之果然是高手啊，他能料得到我在想什么。那杯红酒应该也是他给我的一个误导，对吧？嗯。他让我误以为你们在想办法对付我，所以我思考的方向被引导偏了。在那之后，我确实一直在想，接下来你们会用什么办法来对付我，却忽视了你们其实在将计就计。当然，你把麻醉剂调包了。唉，如果做得太假，就不太好收场了。你没有看见我这两个好搭档吗？老少，老少，老少，哎，你别着急，没这么快的，得过会才起作用。行了，视线算是捋清楚了，那咱们就换个地方说话。没力气了是吧？茶好喝吗？他居然也算到了。那当然。你亲眼看见我爸喝下了那杯水，然后徐小姐顺利地赶过去跟你会合，你心里一直不踏实，你反复地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，于是你的警惕性就松了下来。这个茶杯里只加了一点点的麻醉剂，味儿不大，如果是在正常的情况下，你肯定能分辨出来。可是你的心思完全就不在这上面，而徐小姐呢，又沉浸在刚刚除掉了一个强劲的对手，所以他怎么了？从我们进来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已经知道今天晚上逃不掉了，所以他不想活着被我们抓到。看来我没有猜错，云木之果然没那么容易死。那怎么办？把他拖走。哎，等等，啊！把话都放好了，把这些东西该撤的就撤啊！哎呦，少爷，我到处找您，您怎么才回来呀？家里啊，出大事了！
怎么了？这是？云先生他过世了。你又骗谁呢？云先生是在酒会上突发心脏病，送到医院去也没有救过来，我找你也找不到。云先生的遗体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，现在还在他房间里呢。爸，好了，你们就不用上去了。等办完云先生的丧事以后，我就随二少爷扶灵回长沙了，咱们这个家也就散了。你们两个也回老家去吧。搞清楚了吗？前几天，徐美嘉打电话说她爹病了，要回老家探病。咱们之前有分析过，她应该是要被调回日本。她买了火车票，伪造的籍贯是长春。我在火车站的储物柜里找到了这个。徐美嘉的火车票是今天晚上的，子爵事先把这封信存到了储物柜里，显然是想让她带走。而子爵直到临死前，都要把钥匙藏起来，可见这封信很重要，所以这幅画肯定有问题。果然是他，昆武。昆武，这把刀有什么问题吗？周穆王大征西戎，西戎向昆武之刀，火患之布，用之切玉，如切泥叶。这把刀又现世了。您是说，这把刀又现世了？难道这画上的日本女人和这两个小孩是在等待一个代号叫昆吾的人？大致情况就是这样，具体细节正在调查。给昆吾发电，告诉他上海这边的情况。嗨，爸，您倒是说话呀！我的判断到底对不对？你先说一下对这幅画的看法。山雨欲停，天空已放出了晴光，江上飘着云霞。这是宋之问的《杜大禹岭》。山雨初寒季，江云欲变霞，但令归有日，不敢恨长沙。他是想告诉在看画的人，日军很快就占领长沙，到时候他就能和家人们团聚了。画画的人在长沙？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子爵要见的人叫屈文志，第9战区高级作战参议。第9战区？他是从长沙叛逃过来的。爸，按照他的级别，第9战区的兵力排布、防御作战计划，他全都知道。如果他落在日本人的手里，爸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要是早知道那个人是叛徒的话，我在火车站就把他给弄死了。这个消息今天上午我刚刚知道，没来得及告诉你，你就捅出了篓子。那为什么中午的时候你不告诉我？我在上海饭店找到屈文志以后，我就应该立马把他除掉。他多活1分钟，长沙就多1分危险。那我现在告诉你，这件事情有人负责，与你无关。我只想知道，我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确的？当然是正确的。那你就应该告诉我真相。真相是，法兰西银行行长云木之今天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了。等到过几天，你扶灵回乡。从此以后，我和法兰西银行和弗兰克再没有关系。等事态平息了，我们可以再回来。到那时候，我会给你一个完美的答案。也许你会有机会和我并肩作战。
司令官阁下，昆吾来电。他第一时间回电，必定有重大情况。多年的谍报工作，让云木之培养出了一种对危险敌人的敏锐嗅觉。这个素未谋面的对手，让云木之嗅到了一种不祥的气息。2个小时前，云木之刚刚得到消息，在距离上海市区40公里的海面上，日本华北、华中方面军的高级将领正在秘密召开一次会议。这次会议当然不是因为屈文志的叛逃而召开的，可他带来的东西一定是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。如果昆吾在长沙，那么屈文志的叛逃显然就是他一手策划并实施的。一个沉睡了那么久的危险人物，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绝对是个大动作。尽管目前还没有任何征兆，可云木之有种奇怪的感觉，屈文志的叛逃可能只是一个开始。凌晨3点44分，电话响2声就挂断，是八哥和他最得力的线人之间的暗号。每当凌晨3点44分的电话响起，上海滩的情报圈就要刮起一阵腥风血雨。登广告就登广告，装神弄鬼的做什么？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盯紧了他，我需要知道他去过哪里，见过谁，包括他的异常行为。嗨。洪山，简安啊！程惠泽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？你心里很清楚吧？我爸以前是怎么帮你的，而你又是怎么对他的？恩将仇报，我打的就是你这种人。洪山，我知道你现在心情比较乱，你父亲的死我是有责任的。如果这一下能让你心里好受点，我这拳挨得值啊！但是记住，我是你叔，以后在上海有事一定要找我啊，好吧？干什么呢？枪指着谁？这是我侄子。简安，走。三木先生，刘先生，天刚亮的时候，有人把这个塞到值班室了。你怎么才送过来？社长让我给他搬东西，刚搬完。啊，辛苦了。啊，不辛苦，不辛苦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先去忙了。哎，好好好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
爸，吃早饭了。这里是东亚广播电台，现在播放伤情现货。福茂商行新到雪花膏和玻璃丝袜，物美价廉，欢迎选购。陈记药铺有西药出售，另有胡庆余堂医师坐诊，欢迎惠顾。华阳商行聂老板限时出售高档东洋饰品1件，价高者得，预购从速。爸，这条广告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问题，你先出去吧。你认识这个华阳商行的聂老板？不认识。难道这些广告是在卖情报？屈文志昨天刚到了上海，今天他就有情报高价出手，这绝对不是巧合。您是怀疑他那份情报和长沙有关？很有这个可能，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。委员长已经决定放弃长沙了，可就算是这样，长沙的机密情报也不能泄露出去。如果要是泄露出去的话，那委员长不得气死？到时候咱们站。站长，如果那份情报真和长沙有关的话，无论如何咱们也得接住啊。你去联系文一鸣，上海那边我来协调。是。看样子，什么事情都瞒不住你。实话跟你说吧，东亚电台就是情报买卖的一个平台，这上面的商行其实就是各个山头的情报机构，这里面有美国人、苏联人、英国人、法国人、日本人，甚至还有中统、军统。在上海滩的情报机构已经形成了一个默契。那怎么买？直接去相对应的情报机构？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一个人吗？八哥。我记得。您说他是上海最神秘的情报贩子，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都是重量级的情报。难不成这个聂老板就是八哥？对，他不会轻易出手。如果他出手的话，会把消息发布在东亚广播上面，想买情报的人就会在10点的沪深广播投标竞价，他会在其中选择一个买家，单独跟他们联系，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人见过他。有点意思。那爸，今天上午这个重量级的情报跟什么有关呢？昨天发生的事情，难道你忘记了？屈文志叛逃到了上海，难不成这份情报跟长沙有关？你亲自去一趟东亚广播电台，搞清楚这条广告是怎么登出来的。还有，凡是接触过这条广告的人，通通给我抓起来。给76号打电话，让他们把之前跟八哥交易过的人找出来。我亲自审。嘿，不行，我现在得立马去一趟东亚广播电台。我能想得到的，日本人未必就想不到。等等，做事情不能冲动，一定要谨慎，要小心。无论发生了什么情况，第一时间向我汇报。爸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。